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也真的是无语了。才一间房倒了2、3间，这下好了，今天又白干了。为什么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总是我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今天的这个东家呀，他旁边有一个老房子，因为年久失修啊，到处都漏水，而且有很多地方都倒塌掉了。这老房子的后面还有几间杂房，屋顶都倒塌得差不多了。为了安全着想，东家就要我帮他把老房子拆除掉。他又打算到后面重新建几间房，拿来喂鸡喂鸭用。正当我准备开启挖机去拆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房子里面好像还有人呐！我去，还好我进来看了一下，原来还有个大爷在里面吃饭。东家说忘记告诉我了，这一边他不拆，要留着给大爷在这里做饭。等大爷吃了饭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干活了。老规矩，干活之前我们先行3个礼。今天在这个房子啊，应该就10拿9稳了。东家跟我说，这些预制板呀，他还要留着建房子用。本来呢，他是想去叫个吊车，把这些预制板吊下来，这样我挖机来拆的。我就想了想，如果用吊车把这些预制板吊下来，我用挖机再拆的话，那我就没多少活干了。所以我就跟东家说，我可以用挖机帮他弄下来，保证预制板不会弄断。可万万没想到啊，第一块就把它摔断了。东家在旁边看着脸都青了，然后我就立马给东家解释说，第一块是因为我失误，你看第二块就不会被搞断了。可没想到啊，第二块又被我摔断了。这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东家解释了。哎，早知道我就不整这个墙了，要东家叫个吊车过来吊下来多好。这下搞个这样的事情出来，脸都丢光了。要不我等一下结账的时候给他优惠一点算了，这样他就不会怪罪我了。把前面这几块预制板掉下来之后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把这个窗户拆掉，然后要把右边这个梁挖下来之后，挖机啊才能够开到里面去。你们还别说，这个吊预制板还真的很花费时间，就这10多块预制板呀，差不多弄了3个多小时。如果要是只把这几面墙推掉的话，还不要10分钟就做完了。嘿嘿，所以啊，还好没有让东家用吊车，不然今天又要少挣几百了。把这2间房拆掉之后，我看到东家后面院子里面喂了好多鸡鸭鹅，嘿嘿嘿嘿，那我们今天无论如何要东家抓一只给我吃。我把这面墙拆掉之后啊，发现那些鸡鸭鹅全部躲在前面，我按了几下喇叭，他们也不跑出来。然后我就用挖机想把他们赶到右边去，可结果呢，他们又跑到左边去了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这个左边要拆呀，你们跑到左边去干什么喽？里面的鹅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快出来，这里要拆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我怎么叫他们就是不出来，那我就小心翼翼的慢慢的挖吧。我本来只想拆这一间的，可一下子突然倒了2、3间，这下完了啊，这么多鸡从里面飞出来，肯定打到了1、2只。东家呢立马跑过来一看，结果从那个房里面突然提出来一只鸡。东家笑着跟我说，陈师傅啊，只要500。我只有500块钱来得吃，我的刚没被在那整。哎呀，我今天想过东家可能会因为我技术好而杀鸡，或许杀鸭杀鹅给我吃，可唯独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吃到东家的老母鸡。我挖鸡干一个上午的活就680，这一只鸡就去了我500。为什么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总是我？我突然感觉我好不适合开挖机，每天不是在闯祸，就是在闯祸的路上，不是挖化东家的水管，就是打发自己的挖机。这一天天的，每天挣的还没有亏得多。哎，先吃个枇杷压压惊。哎呀，这个枇杷这么红，肯定好吃。当我高高兴兴的尝下第一口之后，差一点没把我眼泪都刷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又不死心，感觉只有那一颗刷，又尝了第2颗，可没想到第2颗更刷。每次摘别人的果子，我就没有吃到过甜的。陈师傅吃个水果真的是太难了。东家说这个树结的果子不好吃，要我把它挖掉。现在房子呢也已经拆完了，也没什么事可做了，东家就要我帮他把这些木头啊搞碎一点。可没想到啊，木头没有砸碎，却全部塞在了这牙缝里面，不管我怎么拿呀又拿不出来。然后东家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拿了一个抓头帮我把木头敲出来了。接下来他又要我去砸其他的木头，我也真的是服了。今天还能不能够让我好好的表现一下？我看东家都已经忍我很久了，他又捡了一个抓头帮我敲了几下没有敲出来，最后我灵机一动，把木头搞出来又塞进去了。
算了，东家说今天不搞了，要我收工算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只花了500的老母鸡带回家了。哎呀，真香！昨天拆个房子打到东家的鸡，今天挖棵树又打到自己的挖机。老铁们，你们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昨天我们帮东家把老房子拆掉了，今天东家就要我帮他把这些建筑垃圾装出去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东家，看他这些建筑垃圾啊，有没有找个地方可以堆。东家说他找不到地方，然后我就跟东家说啊，我舅舅可以找到地方堆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只准他一个货车来拉货，东家不能再叫其他车子。嘿嘿，所以啊，今天这个活啊，就是我跟我舅舅外甥2人承包了，因为只有一个货车，我给舅舅装满那一只货之后啊，他至少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来。这8个小时我挖机也不可能停在这里，不然东家就不给我记时间。所以我就跟东家说，要他给我找点事做。东家就想了想，昨天我不是给他调了很多预制把下来了吗？那些把呢，全部被我摔断了，建房子肯定是不能用了。所以东家就想干脆用这些预制把到这个后面砌一条挡土墙，这样呢，挡土墙也砌好了，预制把也没有浪费掉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所以啊，我们首先要在这里挖一条挡土墙地基。前面这棵树把阳光都挡掉了，东家说下面的庄稼呀都长不大，所以就让我帮他挖掉。可万没想到，我陈师傅开了16年的挖机，竟然被一棵树打到了。哎呀，你们说这个说出去丢不丢人？反正东家已经是对我无话可说了。现在呢，挖机动也动不了了。然后我就要东家拿了一把茶刀，要他帮我把这棵树啊一点一点的分解掉。最后啊，东家2个人花了20多分钟才把这棵树从我挖机上面弄下来。嘿嘿嘿，又磨了东家20多分钟洋工。哎，这棵树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不是往我挖机上面倒，就是往东家的树在上面砸？嘿，今天这个活干的真的是把我脸都丢光了。不一会儿啊，舅舅又来了。看我舅舅每次倒车都要撞到我斗他才停下来。哼，你撞我挖斗，那我就撞你后箱，然后还再给你加一块大水泥块。没想到我刚装上去就被舅舅发现了。哎呀，赶紧帮他砸碎算了，等一下他倒不出来又怪我。装满之后啊，再给他装一个大树根到上面。我都已经装得这么满了，没想到舅舅还是不找。嘿嘿，那我就再给你加一个大水泥盖。我正准备装上去，舅舅直接跑了。舅舅肯定又要40分钟以上才能够过来，所以接下来啊，我们继续挖这条沟。可没想到这一次舅舅不到10分钟就又来了。舅舅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刚才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提前用斗挡在那里，估计现在挖机都被他撞没了。还好我了解我舅舅，每次他在倒车的时候，我都是在盯着他倒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去挖这条挡土墙地基。我们先把这块预制把挖开，放到一边，到时候拿来砌挡土墙。哎，这里有3个桶子，你们说东家是不是在考验我的技术呢？故意不把这3个桶子拿开，想要我用挖机帮他挖开吗？嘿嘿，我陈师傅开了16年的挖机技术，挖3个桶子还是没问题的。要不是东家把水桶拿走了，不然我今天一定要挖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东家把这些菜呀全部收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挖挡土墙地基了。本来东家这个核桃树啊不打算挖的，但是这个树的叶子把上面的阳光全部遮掉了，树下面就有很大一片的庄稼都照不到阳光，所以呢，东家还是决定把这个树挖掉。我在想把这个树根全部扯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这个挖机无论怎么用力，这个树根就是扯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直接用挖斗去挖那个树根，可万没想到啊，这个树根怎么会有这么长？我轻轻的一挖，哎，东家你怎么回事呢？我去，完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你们说这个到底该怪谁？我看着东家一直在揉自己的脑袋，都是因为这个树根造成的。这口气我必须要帮东家出。哎呀，你看，东家我已经帮你出了这口气，这下你心里就舒服多了吧？最后我们把这条挡土墙沟挖了之后，今天的事情就做完了。然后我们就去问东家结一下工资。兄弟们怎么好意思问他要工资？东家今天干了9个小时，结下账吧，东家。100块币，既然是打发，人家是办的。这个我没得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出来啦！哪一只工啊？
人家在路过的，把那个路的开的。你这个你摔一下不能怪我了，你摔倒了。你在那，舒服坐下了。把事做完的。嗯。哦，要的。哦。哎，账也没结到，今天又是守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喜欢陈师傅的，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